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有很多粉丝提出，买这个砂锅，到底可不可以用铁锅代替？砂锅跟铁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？所以这一次我们买了几十个砂锅回来，有各种各样的砂锅跟大家分享。如果要买，你需要买一个什么样子的砂锅，适合你的砂锅？随便你看，你看整多砂锅，你是想先晓得哪些？从低到高噻。低到高。好，那我们就从低到高，从价格来说。从价格来说的话，像这种土砂锅，这个黑黢黢的一头加了一些泥巴，加了煤炭渣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广东用的比较多，它后面没有涂釉的，然后前面是涂了釉的。涂釉的跟不涂釉的，其实它的区别就在于涂了釉更容易清洗，我们烧一些东西它粘在上面更容易脱落。然后这种的话比较土，它就是最原始的。它最原始的，如果要用的话，它必须要用米汤给它先煮一下，要不然它会漏水。这个跟那个的区别就是那个可以直接用，这个要经过一定的处理。然后价格的话是10块到30块之间不等。哦。然后其次的话是这种，上次我们吃煲仔饭就是用的这个竹帘，知道吧？这个的话看起来就感觉比较光滑，它其实也就是涂了釉，跟没涂釉的区别。然后这个下面也没有涂釉，这个比较便宜，但是它有一个缺点，很容易烧爆。那头头那个不是这个啊，那个可能要贵点。这种的话就是稍微要贵那么一点点。它贵，它不是说它的材质有很大的区别，是因为它的底部这里涂了釉，涂了一层高温釉，它一烧就没有那么容易的裂开或者是烧爆。这个大概的话会比那个贵几块钱，就是同等大小的要贵几块钱而已。我那都买就去买那个噻。去买那个啊？哦。但是那个小的嘛。哎，小嘛就把那个一锅干可以噻。卖钱。哪个嘛？那两个。这两个。那两个就贵有可能。这一个的话叫做石锅。这是石头做的。这个也是石锅，这个是分为2种，这个是从用石头从机器从中间雕出来的，这个是一块整的石头。哟，个好重哦！这个可能有7、8斤了，可能是有7、8斤了。然后这个的话也是石锅，但是它不是雕出来的，这个是加了泥，加了一些其他的石头进去烧。但是这个锅有一个共同点，第一比较贵，这个锅大概是100多块钱，这个也是100多。然后第二它的特点就是经得起干烧。这个的话随便你怎么烧是烧不裂的，然后这个的话温度在500度以内是没有问题的，它是不会烧爆的。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下这种的话也是从几十块钱到100块钱之间不等，它不会高于太多，不会超过200。这个一般打裂就是100多块钱。这个是烧料子的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比较经济实惠一点，这个是煮汤的。刚刚我们看到那些多部分是用来做煲仔或者是用来做烧菜的，但这个是用来煮汤。我们再看哪个嘛？这个老子还好多。这个的话跟刚才这个材料是一样的，它只是涂的釉颜色不一样而已。这个是10升的，然后这个会贵一点，是贵在它容量更大。这个是正常的嘞。这个还是烧料子的。这个也是，这个就是相对来说要稍微高端一点点。它高端在哪里呢？还是说加了石头，加了一些麦饭石之类的，不容易干烧的话不容易烧裂。这个差不多要300块钱。这肯定是要贵点了这个。其实这个锅跟这种锅，它就多了一个功能，就是适合干烧，这个不适合干烧，这个价格差了2、3倍。如果你想要干烧的话，那你买这种；如果不想要干烧的，你就买这种，这个价钱可以省很多。然后我们来看一种比较玄学的啊，这个可能是石头做的。这个是紫砂的，这个你拿来干烧啊，那种壶啊。茶壶啊，一个紫砂壶买几百万上千万那种啊。我们上次用这个来想煲汤来试一下，结果这个放上去砰一声就烧爆了。这个下面就是由此可以断定它跟其他的那个就是中低端的是一样的。这个是很贵，这个最便宜也要300、400、500这种紫砂锅，没有必要。
我们已经躺过一次坑了。这个这个可能这个其实跟那种没得好大区别，跟那个是一样的。是一样的个。对，这个像这种的话，你买砂锅只要看一下下面有没有涂釉，涂了釉的一定会贵很多，因为它这个涂的是高温釉，就是不容易烧爆。这种锅的话，里外都没有涂釉的，然后下面也没有涂釉，它要便宜很多，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爆。你看这种涂了釉的，它就贵一点点。反正分为3个档次的话，第一个是没有涂任何釉的，容易爆；第二个是底下涂了釉的，不是那么容易爆；第3个的话就是这种石锅，它就是说经得起干烧，就烧到500度以内它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这个更贵，这个要200-300。你经济好一点，你就买那种可以干烧的；经济情况一般或者你觉得要性价比，就买这种底部涂了釉的，这个叫瓷包。然后还是来讲到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上面，就是这些锅能不能用铁锅、不锈钢锅来代替？这是不是就是要打烂？就是打烂。哦，我觉得他这个说的太好了，也就是生活经验，就是这个会打烂，铁锅跟不锈钢锅那打不烂，不那么容易打烂。就那个轻巧，轻巧，哎，哪个轻巧？那个铁锅跟那个不锈钢你两个叫轻巧点，第一个嘛崩动的，第二是这个很重，不好使用。为什么说这个锅会在市场上面会走得这么远？讲一下它的优点。这边你晓得那个锅儿哈，你铁锅，铁锅烧一坨火在底下，开小底的，那只烧到那里一节是开的，旁边的是开不到。这个他们就都他那开。我们这个锅哈，一点点的小火一烧，因为它导热是扩散开来的，它边上的温度一样会保持起来。所以说一点点小火微火烧的时候，它边上会开得很均匀。如果说铁锅的话，那火烧到哪里，那它就开到哪里，那其他的地方可能温度不够。要温度够的话，铁锅就要开大火。第一就是节省能源，第二的话就是你如果是熬一些汤，它的水分啊，铁锅它那个水分火一开大了之后，水分挥发的特别快。如果是用这个煲仔的话，可能是熬到你想要的时间，它的水分跑水分可能只跑到这个地方，跑的不是很远，就是它的保水量很好，还有它的保温。那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，就是这种锅或者涂釉跟没涂釉其实区别不大，里面涂了釉的话只是方便你清洗啊，它后面涂釉的话只是说耐热更高，涂不涂釉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大。然后你像铁锅铁锅接触的盐巴会咋的？那个叫生锅，不是生锅，叫生锈。铁锅接触的醋也会咋的？哎，我听不到。油会生锈。铁锅就叫干油，干油就不生锈啊。所以我们铁锅容易生锈，然后遇到盐和醋容易发生反应。那我们的这个煲仔，如果说烧一些菜，有一些酸的、咸的，它不会发生反应。还有就是可能大家不是很懂的一个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做了卤菜店嘛，现在有个宽菜卤味，我们做卤菜。还有就是这个卤水啊，很多朋友就是这个卤水卤出来的东西，那个鸡鸭鹅啊卤出来的成品它容易变色。如果你是用这个来卤的话，它就不那么容易变色。卤水的话，储存也放得更久。这个东西是我们以前修房的时候找出来一个古董，当时在评论区问了大家很久，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。我们经过出去学习的时候，终于搞清楚了，这个是拿来蒸饭的。还有的粉丝说这个是放那个胡子进去保温的，来想活的。其实不是啊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蒸饭的这个。然后关于这个所有的砂锅，像这种花里胡哨的，里面说加了些什么什么，我觉得是比较玄学的。其实它就一个功能，干烧不裂。然后这个贵的它的优点有一个优点是别的没办法代替的，就是它可以骤冷骤热。比如说这个烧得很烫，你把它放到水里面，它不会爆，这个是它的优点。所以这些砂锅的用途就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买。还有那个9坛啦啊，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粉丝一直都在说了啊，我要讲一下，这个是不能干烧的，
这个是瓷的东西，这种一般是用来储存的，就像那个泡菜坛一样，不能加热，这个不能加热。储存冷的。好，基本上就是，高端的有高端的好处，高端的唯一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接受骤冷骤热，能够干烧，就是这2个优点。然后中端的它有高温泥，它有那个高温釉在上面，能够接受，就是烧的话它不容易坏。然后低端的，它唯一的性价比就是便宜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看一下你们家里面用的是什么砂锅什么煲仔啊？评论区打出来看一下，看看这里有没有你们家里面的那种类型。还有这个没有讲，这个是烧药的，这个那都不要了。哎呀，拿来没意的那个。这个药罐子拿走。哦，药罐子拿没去，那沾到那个药罐子就完了。是不是嘛？没有，这做个讲解。是啊，那个东西是不要，再好都不要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搞快了，俺这落雨了。雷都打起了。哪个都打雷？没有打雷啊，我好像听到人家在打雷啊。在放炮。400多还有个空军梦。哇！那儿你最想当啥子军？那儿我就想解放军。解放军。你想上战场是的？对，当英雄。上战场立功。那。特等嘛。特能工。哦哟，